哇，这88台彩礼，这侯府可真是看中和咱们大小姐的婚事。那又怎样？小侯爷失踪7年，生死不知。侯府里那2位混世小魔王也不是什么省油的刀，嫁过去给人当后娘，保不齐被如何针对。来了！哎，好，来，帮着搬东西。哇塞，这么气派！二小姐，将来您的嫁妆要是能有大小姐1半多好啊！嫁人有什么好的？我在这盛府里有钱有闲，整日躺平还有人伺候，不比嫁人香啊！上一世当牛马，好不容易卷成高管，结果上任第1天就猝死了。哎呀，说不定就是老天看不下去，特意送我来这度假。只要盛府愿意养我，我愿意在这苟一辈子。二小姐，你又说胡话了。哎呀，我不嫁，那崇仁侯府就是个火坑。有瓜。二小姐，嘘，吃瓜。这种出嫁当天悔婚的大瓜可不多钱。我不嫁，崇仁侯府就是个火坑。接亲的队伍都在府外候着了，你此时反悔，母亲，崇仁侯府那2个小兔崽子无法无天，他们自作自受给自己玩死了，害我被外人骂了好几年的恶毒继母。还有那宁静默，这成亲没几年，他就纳了个小妾金府，宠妾灭妻，直接就把我给休了。我不管，这一次我绝对不能再嫁进侯府。你在说什么傻话呀？这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？都是奴婢不好，让大小姐摔伤了脑袋，这才说胡话的。你此时会问，今后让你爹在外面该如何自处？我不管，我不嫁，我就是不嫁！迪姐这是重生了呀！按照套路，接下来迪姐要找人替嫁，改变人生，走向幸福。哎呦！夫人，你都听到了。哎呀，二丫头，既然你都听到了，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你嫡姐摔伤了头，你可愿替她嫁去崇仁侯府？我替嫁，我就是吃个瓜，这剧情就落我头上了。只要你愿意，这些嫁妆都归你。这大玉朝女子的嫁妆是私产，谁也抢不走。我在盛府苟着当一辈子的庶女，都没这些嫁妆值钱。崇仁侯府对嫡姐是火坑，可丈夫失踪代表不用伺候男人，有俩小子代表无头当娘。哪天要是被宠妾灭妻了，正好废休，还能再分一笔家产。到底行不行啊？当然。哎，不对，冷静，生命，现在他们是有求于你，在他们的视角推你进火坑，你得趁机加钱呐。夫人要求，女儿不敢不听。不过毕竟是庶出，只带嫁妆去侯府，怕侯府觉得咱们盛府轻视。那就把荆州18坊的铺子都给二妹妹。娘，好，都归你。秘密愿为夫人，嫡姐分忧。发财了，一下从翰林庶女跳槽成侯府主母了，升职加薪，咸鱼翻身。修身养性好几年了，我盛卷囊秘密，也该觉醒。干了这瓢大，下辈子吃香喝辣都不愁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二小姐，怎么就变成您去替嫁了？我去侯府当主母，不比在盛府当庶女强啊？
可那小侯爷生死不明，二小姐嫁过去岂不是守活寡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要替嫁的。你还小，不懂。正所谓人生3大喜事：升官、发财、死老公。没有男人的日子才叫舒坦。二小姐，无时长安，闲人勿进。这群是谁啊？是安维斯。那个专管重要案件的地方。那这个人就是冷酷无情、杀人如麻的京城瘟神了吧？二小姐，他们例行巡街，千万别跟他们对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放行，放行。都是，都调查清楚。那是圣翰林府的女儿出家吗？对，是圣府的庶女，圣秘密。她是嫁入崇仁侯府的，是您的妻子。我的妻子？花轿临门，新娘到府，请崇仁侯府接亲。到地方了。妹妹，你看着，等他下轿子，我就拿鞭炮炸他屁股，给他一个下马威。想来这就是那混世魔王的双胞胎了吧？这么可爱的两小只，怎么会这么调皮啊？等他被吓到，你就拿豆子往他脚下撒，让他狠狠出个洋相。想进崇仁侯府的门，还得问小爷我同不同意。哈。吉时到，新娘子下轿。就是现在！嘿。想算计我？自从穿越过来后，我可是每天都在练8段锦。不好，他会功夫！快跑！没事吧？好你个恶毒后娘，还没入门就敢这样对小爷！我要让爷爷奶奶赶走你！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！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别闹啊！少夫人，快进门，老侯爷和夫人等你呢。我可不是惯着小孩的人，敢惹我，一拳打飞你！走。公公请喝茶。婆婆请喝茶。儿媳生秘密，见过公婆。叫爹娘就好了。圣府说了替嫁的事儿，不管是谁嫁入我崇仁侯府，那都是我侯府的主母。崇仁侯府啊，只认你一人。哎，是啊，京都有一些流言蜚语，说了静默一些不好的事儿，但那些都是假话，你可千万别信。静默是有要事在身，等忙完了就能回京了。到时候爹娘一定风风光光的给你再办一场。
谢谢爹娘体恤。好，只是耀阳和皎月这两个小娃着实令人费心，也是侯府疏于管教，爹在这儿啊，给你赔不是了。爹您别这么说，小孩子活泼调皮些很正常。寂寞不在家，我嫁入了侯府，以后他们我来管教。好，你能喜欢这两个孩子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正巧我和你爹有事儿要出趟远门，这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。爹娘放心，这以后啊，你就多操心了。是，这么好的公婆哪里找啊？盛秘密啊，盛秘密，你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。可恶！这个坏女人还没进门就敢这么嚣张，还要一拳打飞小爷。估计她现在已经拜完堂，装咱们娘了。这怎么能行？不能让她这么轻易就进了侯府！快跟我一起想办法把她赶走！我怎么好像听见有人在说我呀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你就是宁耀阳？那你是宁皎月了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过来告诉你们一声，你们祖父祖母出远门，现在我就是侯府的当家主母，也就是你们的母亲。骗人！你这个坏女人，你配不上当我们母亲！大少爷、大小姐，该吃饭了。我不吃，出去！这个坏女人一天不走，那我就一天不吃饭。夫人，绝食抗议是吧？行，还不吃，到了吧？我说不吃就不。什么？到了！以后大少爷要是不吃饭，就不用往院子里送饭，少一顿饭还能省一顿饭钱。到了。是。你果然是恶毒后嗯，娘！承让，小兔崽子。你才小兔崽子，你全家都是小兔崽子！你。对了，以后你们要是闹绝食，记得提前说一声。现在我是侯府主母，少点开销也是为我省钱。小果子，走。夫人，您刚到侯府，这么快就惹怒他们双胞胎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上辈子除了上班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各种美食。闹脾气不吃饭，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在现代美食的诱惑下能坚持多久。俗话说得好，想要得到一个人的心，那先要抓住他的胃。像我这种神奇大厨的手艺，想要拿下2个人类幼崽，那还不是手拿把掐？气死我了！她就是想饿死我们，真的是世界上最坏的女人！哥，我们不能让她得逞。她刚来侯府第1天就这么嚣张，以后指不定会怎样对我们。我现在就去给阿姨阿奶写信。可是哥哥，你会写字吗？你不要拆穿我嘛。有了，我们去跟踪她。阿姨阿奶不在，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把她赶出侯府。好，走。她在做菜，她该不会是要给我们下毒吧？什么？她想毒死我们？哎呀，真是可惜了我这顶级大厨的手艺，只能我自己享用了。她好像真的在做菜。她刚刚说是做给自己的，那应该没有下毒吧？好香啊！唉，
子、无鱼汤、水晶虾仁饼、糖醋排骨。哎呀，这么多好吃的菜，我一个人可吃不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鱼肉软绵入味，奶白的汤浓郁回甘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肉。妹妹，他一定在诱惑我们，我们不能如他的愿。哇塞哇塞，这道糖醋排骨可是我专门跟着江南大师所学，味道软烂入味，色泽晶莹透亮，一口下去，整个口腔乃至鼻腔都充斥着咸甜交织的幸福。哥，我们不能再看了。哥，妹妹，我好饿。我也是，但我们不能向坏女人服软，实在不行，我房中还有一些零食。不行，怎么能吃你的零食呢？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，管家刚刚找我有事儿，我得赶紧过去。哎，估计晚上回来才能吃这些菜。算了，我就先放这儿吧。快！这个排骨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排骨，比满月楼100两一字一道的还要好吃。这个鱼汤也是。想要抓住一个人的心，那就先抓住他的胃。像我这种厨神，和2个小孩拉近关系，那还不是手拿。你吃完了吗？吃饱了，我们继续给那坏女人捣乱，将她赶出侯府。好，不能让她继续在侯府作威作福。原来是2个小白眼狼。走。那2个祖宗今天又闹绝食了。是啊，害得我每天劳心费心，什么都没得到，还要被老管家骂。身份不明的2个野种，真把侯府当自己的天下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2个不是小侯爷带回来的吗？是小侯爷带回来的没错，可小侯爷当时还未到束发之年，哪来的孩子啊？况且7年过去，这母亲一次都没上门找，你说这不是野种是什么？放肆！夫人，你们敢私下妄议主子，是不想活了。夫人，你们2个各自去领30大板，领完之后自行离府。我崇仁侯府还容不下你们这么有能耐的丫鬟。夫人，我在府中待了3年。你这丫鬟是糊涂了。现在我是耀阳皎月的娘，你们骂我的孩子，还想让我原谅你们？我们是老夫人买进来的，你凭什么赶我们走啊？就凭我是侯府主母，你们领完赶紧走，再让我在侯府看见你们，有你们好看。你走。耀阳，皎月，算了，这2个孩子，爹娘从小就不在身边，这种话不知道听多少回了。崇仁侯府下人倒也缺管教，是时候该给他们上上课。头儿，翰林院的东西带来了，放着。是。
还有一事，嫂子嫁入府后，老侯爷就将主母一位传给了她。我听说嫂子雷厉风行，做事很有规矩。是吗？也不知道耀阳和皎月那2个孩子听不听话。属下觉得嫂子肯定能教育好。属下再多嘴一句，7年了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府？太子恨死。我以这安慰司都使的身份活了7年，只要这案件一日不破，那对龙凤胎乃至整个侯府都会有危险。所以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。夫人用这个刷牙，不会弄疼牙齿吗？这个是牙刷，专门用来刷牙的。这个是香皂，不仅能洗掉污垢，还能让身体香喷喷的。这些都是本夫人自制的法宝。夫人真厉害！这些要拿出去卖，得迷死多少夫人小姐？有道理啊！正好我继承了圣府的方氏店铺，有了销售渠道，可以搞美妆行业。你说的对，等我建立好了销售渠道，你来做大区总代啊！夫人，下人都到前厅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晨会时间到，走去开会。哎，这是要干嘛呀？一堆事儿没做好。不知道啊。听说是开晨会，晨会是什么？奇怪，怎么没看到芸娘跟珀儿？定是又多懒了。他俩仗着回血堂做事，少爷小姐不怎么管，经常多懒。夫人到。见过主。哎，坐，都坐都坐。夫人让你们坐，你们就坐。夫人，除了族学那边的，府中的下人都在这儿了。今日召见大家来呢，是有3件事：一是大家互相认识一下；2是要颁布崇仁侯府新规 1.0； 3是以后每日都会有例行晨会。这上面写的是规矩和福利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，你看得懂吗？不识字儿的，待会儿找管家给你念念。本夫人新当家，不会苛待大家的。但是，如果你们谁要是作死的话，本夫人可不会放过你们。相信你们已经发现了，府里少了2位丫鬟，她们便是犯了以奴欺主这条，已经被逐出崇仁侯府了。原来是被赶出去了。以后各位要严格按照侯府的规章制度行事，但是呢，我也会给大家留出晋升空间，只要大家做得好，都会有大大的嘉奖啊，还会有奖赏啊！那咱们以后，老娘前世连上市公司都能管好，管理小小侯府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夫人不好了，大少爷跟族学父子吵起来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啊，行吧，差点忘了侯府还有这2个不服管教的大魔王，这俩可不好管。走。这就走了？我还想多听听呢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上学吗？方才丫鬟同我说，大少爷在您嫁入侯府之前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和老夫子打了一架。打老师？什么问题学上？是，兴许就是这样，一向乖巧懂事的大小姐也不愿意去了。他们倒是兄妹情深啊。耀阳带宝子，皎月小宝贝，说而不去，别来烦小爷。你们这又是闹哪一出？不会以为不去上学就能将我从侯府赶走吧？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小爷不爱去，那就便不去。你这坏女人，有能奈我何？我看你这不是不爱去，就是学不懂吧？我才不是呢！那还能是因为什么？
你一个连夫子都敢打的小魔头，还怕被霸凌不成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怕夫子责怪你。我才不怕他呢，是那老夫子根本什么都不懂，还怪起夫子来了。皎月宝贝，你来说说，夫子怎么惹你哥了？老夫子讲课呆板无聊，还经常混淆是非。之前哥哥指出他的错误，他就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嘲笑哥哥。什么？这种老师就算学识再渊博，教书育人这层面也是不合格的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不想学就不学了，我来想办法。你相信我吗？当然了，为娘怎能不相信自己的崽？可恶，别摸我头！你真的同意我们不上学？不是同意你们不上学，是给你们请个新的教书先生。不过该请谁呢？上哪儿去找个书生呢？夫人想听八卦吗？我今早出府采买，看到盛家大小姐去了迎客楼。去迎客楼干啥？据说指名道姓找一个姬姓书生，还帮他交房费，给银钱备考，资助读书呢。大小姐不愿意嫁到侯府，是不是爱慕这个书生啊？姬姓书生，夫人也认识。嫡姐性子傲，向来是瞧不起穷酸书生的。她自相身段去找对方，肯定另有缘故。嫡姐是重生之人，知道未来的事情，这书生日后定是大有作为。那位姓姬的书生，可跟嫡姐走了？没有，还在迎客楼。走，随我去迎客楼抢机缘。走。不好，妹妹，恶毒后娘偷偷出府了。她是大人，想出就出啊。她是去迎客楼。他肯定是去私会情郎了，咱们去捉奸，捉住了把柄，看他还怎么赖在侯府。好，走。哥哥，您要的酒。夫人，咱们真要见那书生？你也嫁做侯府主母，这不合适。该不会是夫人也喜欢那书生，要用奴婢打掩护来私会？你以后给我少看点小人书，我来是有正事儿。掌柜的，夫人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打听什么人？你可认识一位姓姬的先生？这个穷酸的，难道真是状元命？能让两个夫人一起来找他？状元命？早上有一个翰林府出身的大小姐来找他，说他是状元命，想资助他读书，被拒绝了。哇塞，竟然是未来的状元，这是超级潜力股啊！李姐这机缘是抢定了。他现在可还在殿中？他身无分文的，又拒绝别人的资助，现在啊住柴房，夫人也是来资助他的。快带路！夫人这边请。看到没有，他果然是来私会情郎的。看小爷捉奸，走，跟上。夫人，姬书生就在里面。好。谁？姬公子，冒昧打扰了，我是崇仁侯府主母宁盛氏，想要拜见一下公子。姬公子，这就是未来的状元郎。哇塞，果然形象气质佳。重生就是好，
这种潜力股都能找到。既然嫡姐没有拿下，那就便宜我了，绝不能错失良机。在下并不认识这位夫人，夫人找姬某，所谓何事？不瞒公子说，府上有2个不爱读书的小魔头，听闻公子才学过人，想请公子当侯府的教书先生。啊，在下还要准备科考。崇仁侯府藏书万卷，孤本上百，公子若去府上教书，可以随意阅览。至于教书时间嘛，每日2个时辰即可，剩下的时间公子可自行支配。每月侯府再给公子30文银利钱。这……你可以不喜欢银子，不信能顶得住藏书诱惑，请个状元郎回家教书，赢麻了。在下虽是举子之身，但从未教过书，怕是会耽搁府中小世子。凡事都有第一次嘛，侯府既愿请先生，那就相信先生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这位夫人虽也是要请我，但比早上那位贵族小姐无缘无故的资助好多了。上门教书虽说会浪费时间，但能因此借阅孤本，是我占了便宜。再说，读书本就是为育人。好，在下答应了。太好了，公子若无其他事，今日便可搬去侯府。好你个恶毒后娘，果然在死灰其郎的，这下被小爷捉住了把柄，看你还怎么赖在侯府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还好哥哥聪明，要不然我们就被你骗了。你既然有情郎，又何必嫁给爹爹？你这般3心2意，你对得起爹爹吗？我一定要爷爷奶奶赶走你！你们怎么能诬陷夫人？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这么说来，你们2个是来捉奸的？人赃俱获，看你还怎么狡辩！好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姬公子，是为娘给你们请的夫子。这2位就是宁耀阳、宁皎月夫子的学生。还不快拜见夫子？可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好像给自己抓了个新夫子，肯定是假的，这肯定是他的情郎。放肆！总教小儿当敬父母，明确事理，而非无端非议父母。姬某是入京赶考的举子，与夫人也是第一次相见。夫人以藏书聘我为2位夫子，你们应当感恩父母，而非污蔑。可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，恶毒后娘就是在骗咱们！快走，快走，等爷爷奶奶回来，告他状。走，你也别被他忽悠了，你是教不好小爷的。你敢来崇仁侯府，我小爷就找人打断你的狗腿！啊，你小爷才没那么笨呢，想抓我，骗妹子们！这小子爱说胡话，夫子别往心里去。贵府公子目无尊长，确实要教教规矩。是，这2个孩子从小就调皮捣蛋，没有人教，夫子可别被宁耀阳的话给吓到。不会。哦，对了，夫人，在下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可否明日再登门？当然可以，那就明天见。哎呀，给2小只请了个状元当老师，本夫人也是功德无量了。福伯，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夫人，大少爷不见了。什么？他没回家？傍晚时候大小姐回来了，但大少爷一直未归，方才询问才知道是，他说生气了要出去散心。通知全府上下，立刻去找大少爷。是。你这个怎么办呀？都看看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各位看好了，这碗里只有3枚铜钱，对吧？嗯。小少爷，吹口气儿。1、2、3，进。好，真厉害！小少爷这么喜欢，不妨鄙人再给你变一个。好。小少爷带钱了吗？小爷出门带了50两银子，你要多少？咦，小少爷看好了，变。没了。小少爷不用担心，在这儿呢。哎，怎么是脸就收起来了？小少爷借您的银票给在场的各位讨个彩，您不介意吧？你把我的银票烧了，这是我的月例钱。哎，小少爷别急，明日此时，鄙人会带着银票分毫不差的还给你。可分明是你！我什么？是你自己主动把银票给我的，在场的各位可都看得清楚明白。你骗别人也就算了，连小孩的钱都骗。你恶毒后娘！你偷跑出来的事情待会儿再说。夫人这话不对吧？鄙人凭本事讨生活，怎么能说是骗呢？那他的银票呢？方才没变好，银票烧了。夫人不必担忧，鄙人已经和小少爷约定，明天将银票还给他。哪用得着明天呀？那钱不就在你身上吗？这姑娘什么意思？夫人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摸摸自己口袋不就知道？先是收了他的钱，再藏在自己身上，再拿出提前仿制好的银票花，在银票花上涂上白磷，白磷的燃点极低，在空气中也能点燃，所以看起来便是你使用了法术，将那银票花点燃。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？听不懂是吧？各位不妨看看，当今官府印制的银票，可是这线条歪曲、粗制滥造的模样。这上面还有墨点呢，这一看就是画的。就是这太假了，太假了！摊主还要看看吗？还是我直接去报官？三仙洞的把戏用来骗小孩，你也太无耻了吧！小孩子看不要骗了，死骗！快把钱还给人家！钱真拿出来，真拿出来！其实小爷也不缺这张银票，就是这家摊主太可恶了。走了，这摊子真丧门。走，说话确实走，快放开小爷！走了。就是他们砸了场子，追！他们是一伙儿的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表面上是一个人坑蒙拐骗，实则暗地里有无数个人等着料理后事。就你这种小孩，被他们吃干抹净了，骨头都不吐一块的。快追！跑！妈的，真能跑！快追！那小子身上有50两银票，快！搜到！兄弟们，让我逮到，一定好好教训他们！怎么办？他们要打我们！练了好几年八段锦，对付1、2个应该不成问题，剩下的听天由命了。那有马车，我们藏进去，他们就发现不了了。这马车上怕是有人吧？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别牵连了无辜老百姓。塞点钱，让他们冲出去不就好了？哎呀，你快点过来吧！有道理。不过，这臭小子真没教养，真得找时间好好教训一顿。
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兄台，我们被混混所追，无奈只好上您的马车避一避。都使，完了！怎么在这里碰到瘟神了？还发现了他的真面目，我会被灭口吧？不过令整个上京闻风丧胆的瘟神，竟然这么年轻，还挺好看的。都使大人，不知您在此公干，我们立刻就走。人呢？明明跑进来，跑进胡同里了。都使大人，我们是崇仁侯府的人，这位是崇仁侯府的大少爷宁耀阳。崇仁侯府对皇帝忠心耿耿，对都使大人您敬佩有加。如果都使大人不信的话，可以把民女抓回去审问，但请大人把大少爷送回侯府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不用抓你，要抓就抓小叶回去。你就是崇仁侯府的嫡长孙，追你们的是什么人？我就是崇仁侯府的嫡长孙宁耀阳。本少爷看戏法被骗，骗子被拆穿，过意不去，追着我们要回银子。我知道了，在马车里边。秦坚，在。把追他们那几个拿下，带回暗卫司。是。什么人？哎呀！饶命！哎呦！多谢都使大人，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下车吧，以后不要再冒险，保护好自己。哦，民女明白。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遇到瘟神了。大宝子，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了，我可不怕他们。我是崇仁侯府的嫡长孙，在上京没人敢动小爷。是，咱们侯府面子大，这次化险为夷了。不过，你刚才还挺勇敢的，算我小看点。我是男子汉，男子汉就应该顶天立地。是要顶天立地，不过这次是咱们运气好，如果下次遇到亡命之徒，侯府的名号可就不好用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懂不懂？知道啦。走，回家。哎，大宝子，你说你那个从来没见过的爹和暗卫司都使比起来，谁更傻？肯定是爹爹。恶毒后娘，我警告你，就算小爷想把你赶出侯府，你也不许对爹爹三心二意。好啊你跟皎月小宝贝来捉我的奸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还敢毁我的人品，为娘可不是那种人。走。哎呦，大少爷，您这又是跑去哪了呀？这么晚了还不回府，这要是让老侯爷知道了，请家法。夫人，你这恶毒后娘，你凭什么请家法？还要我说第二次吗？你敢！连我阿爷阿奶都没打过我。你阿爷阿奶走的时候嘱咐过我，要我好好管教你们兄妹俩，特别是你宁耀阳，犯了错就要挨打。我今天就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走。夫人都在这呢。亏小爷刚刚还错以为你是好人，恶毒后娘。宁氏祖宗家法在上，不孝孙宁耀阳，跪下。宁氏家法第10条，未经允许无故外出晚归，10戒尺。我听哥哥说一半家法。皎月，不关你的事情，快起来。一人做事一人担，恶毒后娘，别想欺负我妹妹。好，
算你小子有点担当。宁氏祖宗在上，媳妇受秘密，教子不严，自请十戒尺。夫人，这……请您出手。答。我身为侯府主母，教子不严，甘愿受罚。夫人。答。那老奴就得罪了。少爷，夫人没下重手，这红花有意图，明早就看不见痕迹了。他下没下重手，我还不清楚。哎呀，大少爷说的是，我便先退下了。哥，别叫唤了，你的屁股只是红了些，都没有肿。说什么呢你？要不是你哥身子好，早被那个恶毒后娘打死了。他也一起领了罚，管家打得更重呢。他肯定是演戏，那叫苦肉计。下次请家法，就连他一块儿打，看谁能熬过谁。哥，阿爷阿奶都不要我们了，林业跑到扬州去了。咱们是不是该反省一下，平时真的做错了？后娘她才刚嫁进来，就冒险救你，不说别的，她的一片心意是好的。哼。头儿，嫂子和大少爷已经回府了，那几个混混关进了安维斯。属下在审讯时还有意外发现，他们所用的手法和当年太子府案的手法有些相似。你说什么？7年前的太子府案，满朝文武都说是邪祟作乱，只有头认定是人为，为此隐藏身份，暗中调查之际，今日那坛主所用的五彩戏法与太子府案有些相似，属下便多问了一嘴，似乎确实有关系。终于有线索了。头儿，当年您就认定是人为，但对方手段高明，咱无法破解。如今即便有了线索，恐怕也难以。我们破解不了，有人呢。什么？那摊主的手法，不是被人一眼就看穿了吗？头是说嫂子？有了嫂子帮忙，肯定能破解。对了，属下暗中送嫂子回去，看见嫂子一回府，便用家法打了大少爷一顿。想不到他还真能管住那2个孩子。不仅如此，属下还听说嫂子打完大少爷之后，又以管教不足，请了自己10戒尺。有点意思啊。走，先去陪我审审那几个人。是。哎哥，以后你别乱跑了，幸好有他救了你，要不然我要哭死了。安啦，失算了。那坏女人有句话说得倒挺对，财不外露，我不应该拿着钱包显摆的。哎哥，你真的碰到多使了？真的，那鬼面具就放在旁边，好吓人。那坏女人倒是胆大，竟敢向都使求情保护我，要不然我就……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本来就有寒疾，今晚又在祠堂跪了那么久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府尹。府尹告诉你是包裹，怕是赶不回来。你等着。夫人，您何必对自己惩罚那么重？都打出血痕了。一视同仁才能管得住。扶我睡觉，熄灯吧。有没有人？快救救我妹妹！是小屁孩的声音，去回雪楼。快来救救
出什么事儿了？快去找府医！妹妹寒疾犯了，可能是今晚着凉了。去叫府医。怎么这么严重？好强的寒气！妹妹以前有这种情况吗？这次比以往都要严重。妹妹前一秒还在跟我说话，突然就咳嗽晕过去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她会不会有事？有银针吗？有，拿来。等等，你这个坏女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她体内寒毒爆发，必须用银针刺破指尖，引出寒血。你会医术吗？妹妹本来就虚弱，你再给她放血，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？如果妹妹出了意外，我给她赔命。你你别看我，快给妹妹治病！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妹妹不会出事的。我嫁进了侯府，妹妹就是我的孩子，你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让你们出事。妹妹，你好些了吗？没那么冷了。是府医来了吗？不是，是坏女，是她救了你。府医，大小姐怎么样？方才是夫人为大小姐引出了寒血。她情况怎么样？大小姐的寒气随着年龄增长愈发严重，万幸夫人先行引出了寒血，否则等我来时，大小姐的五脏六腑都会被冻伤。只是有什么说什么。大小姐的寒疾是怎么回事？无法根治吗？大小姐的寒疾是从娘胎里落下的病根儿，这么多年来请了天下名医，都没有找着治疗的方法。若一直这样下去，大小姐恐怕活不过7季啊！不许你这么说我妹妹！抱歉，大少爷，是我多嘴。早呀，宝贝，来，感觉怎么样？多谢夫人关心。宝贝放心，娘亲一定会治好你。这个是娘亲刚刚熬的，可好喝了，喝了之后就变得很厉害。来，真棒。宝贝，那你就先在这儿乖乖休息，娘亲先走了。妹妹，身体好些了吗？他一直在吗？他一直在床边守着，除了天亮时出去熬了红枣莲子羹。可他好像没那么坏。我也不清楚，他昨晚还打我来着，然后又救你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是他回门的日子，咱们跟他一起回去，说不定他在圣府才会露出他的真面目。
夫人，今天是您回门的日子，让我帮您梳洗打扮吧。夫人，其实如果您不想回，也可以不回的。毕竟小侯爷不在，心腹一个人回门，怕是会被笑话。不用，就今天回，完成这件事情还得赶紧让他俩拜师呢，学习可耽搁不得。拿着方子，待会儿出门的时候帮我抓个药。好。皎月的寒疾，得想办法治愈才行。你们有事找我？爹爹不在家，我们替他陪你回门，你可别太感动了。真的？如果你觉得会给你添麻烦的话，那我们……哎，麻烦啥？你们两个成天待在家多无聊，跟我去圣府玩玩也好。皎月小宝贝，你的病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好，那我们走。好，休息会儿啊。都这个时辰点了，二姑娘还不回来，怕是早就把我们圣翰林府这些人忘干净了吧？这嫁入了崇仁侯府，眼睛长到天上去了。娘，您就别等了，她今天是不会回来的。上一世我嫁入侯府，处处被针对，回门的日子没有丈夫陪着，根本就抬不起头，索性没回来。盛秘密肯定也不会回门的。夫人，二小姐回门了。什么？二丫头回来了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嫡母，嫡母，二妹妹，这小侯爷不在，已经自己回门了。今天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，他不来我就不能来啊？还是说嫡姐不欢迎我？自然欢迎。二姑娘冤枉嫡姐了，她是关心你，心腹一个人回门，寓意形单影只，被人看笑话不说，还会影响家庭。你这个老妖婆，小爷与妹妹都陪后娘回门了，谁形单影只了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不能来吗？前世这双胞胎不将圣翰林府放在眼中，一次也没来过圣府，怎么可能陪圣秘密回门？当然能来了，天天来都行。侯府的大少爷和大小姐驾到，圣府有失远迎呢。呵，要不是我们来，还不知道你怎么在背后嚼我们后娘舌根。哎呦，怎么会呢？都是一家人。来人，给大少爷和大小姐上茶。晚辈多谢外祖母款待。哎呦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！上辈子无论我怎么讨好这双胞胎，他们都没给我一点好脸色看，挖空心思想赶我走。现在盛秘密才嫁过去3天，他们居然就叫她后娘，她一个庶女，凭什么？她一个庶女，凭什么？嫡姐这是怎么了？身体还没好？什么身体啊？对，洛儿一直病到现在。要不是她病着呀，做你们后娘的就是她了。就这个丑八怪，还比不上我们后娘1/1000好。大宝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嫡姐在上京那可是出了名的好看。京城的审美真是千奇百怪。娘，我身体不适，先告退了。脾气也大，还是后娘好。我这女儿脾气是大，这性格是该改改了。嫡姐这就生气了，作为重生者，有些沉不住气啊。嫡姐果然不是女主，还是我这个穿越者厉害呀。嫡姐可能是有心事吧。嫡母，我想带他们在圣府逛逛，可以吗？当然，秘密你好生带着他们去，别怠慢了贵客。好，走走走。
嘿嘿，圣府院子没多大，布置的倒是挺不错。后娘，你之前住在哪儿？我是庶女，住的地方可小了，你们看到怕是会失望。不会的，原主还有个痴傻的弟弟，我嫁去了侯府，不知道下人们会不会苛待他，我得过去好好看看。大小姐，真是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婚事就这样拱手让人了。什么好婚事？那2个小兔崽子都活不过及笄。那2个小兔崽子都活不过及笄。大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侯府的嫡长孙就是个不学无术、当之无愧的草包。他去外面被人家当街斗马，摔断了腰骨，躺在床上成了个废人。那个嫡长孙女，她更是个短命女，身患寒疾，这过不了几个月就快要病死了。你看她现在表面风光，过几日她可是惨得很。这是嫡姐上辈子的经历，这么可爱的两小只，命数居然这么惨。这个坏女人竟然敢在背后诅咒小爷和妹妹，我要跟她拼了！你拦着小爷干什么？我嫡姐她脑子不好使啊，她有癔症，这又不是她口出狂言的理由。哎呀，她又不是什么金口玉律，她肯定就是嫉妒咱们过得好，所以在那乱说的。啊！大小姐说这些脏话，真是不该。我们侯府可没惹她，是她自己好端端的要悔婚的。所以说嘛，是她自己错失姻缘，还要在这背后嚼人舌根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就是典型的脑子有泡，你俩可别跟着学啊。小爷记住她了。好啦，你们2个不是想看我以前住的房子吗？我带你们去好不好？好。安之，你们圣府怎么还有乞丐啊？安之，姐姐来看你了。姐姐？啊，对，是姐姐。原来是舅舅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？赵姨娘去世之后，4少爷就被吓傻了。老爷怕让人知道他有个痴傻儿子，就把他关了起来，不给他治，让他自生自灭。爹不疼娘不在的，要不是夫人关心他，他恐怕早就……爹不疼，娘不在，姐弟相依为命。唉，我们也是这样。他们还是庶子庶女，日子过得可能比我们更惨。小果子，让你买的药带了吗？你拿去监府了，我给安之洗漱一下。好。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，我们也陪你煎药。好，走走。夫人，药煎好了。来，安之，喝药。慢点喝。这名贵药材果然有用，4少爷看着好转了不少。这些药材啊，对安神有功效，有些对皎月的寒疾有用。回去的时候你再抓一些。好。姐，有人要害姨娘，快去救姨娘！有人要害姨娘，快去救姨娘！说的是赵姨娘。4年前赵姨娘就已经死了，府上的人都说是自寻了短见。难道她是被害死的？夫人，这要养皎月，让小果子带你们去逛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后娘你好生陪舅舅了。去吧。安之，你别害怕，你慢慢说。
二姐姐，那2个孩子是谁？你怎么说夫人急了？姨娘呢？安之，没事，安之，你看着我，你别害怕，你把你当年看到的事情跟姐姐说一下，好不好？安之，有人将姨娘推下墙，姨娘说她什么也没有看到。看到什么？鬼！安之，你刚刚是看到有人是吗？那边。跟我来。安之没事啊，没事，你别害怕。大白天的哪有鬼？肯定是眼花了啊。姐姐先送你回去休息啊。阁下是谁？对我圣府的事情这么感兴趣？若阁下再不出现的话，我便叫下人围堵。想必阁下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了。我身为阿魏斯都使，何处不能去？都使大人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难道圣府涉及了大案？安之是知情人。看来圣姑娘也有许多事不解，本都使也正巧有事向姑娘请教。今夜子时，这里见。啊？这暗卫司的人都不走正门了吗？他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啊？难道真的跟赵姨娘有关？京城瘟神约我子时见面，我到底去不去啊？不去的话，会不会被抄家问斩，突然间倒霉起来呀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。你是个有福气又有本事的好孩子，之后好好在侯府相夫教子，不要丢了我们盛家的脸，你可知晓？我知道了。要是遇到什么难处，随时来找我跟你爹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先带他们回去吧。啊，照顾好二小姐。嗯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宁静默那个短命鬼都没露过面，这短短几日，他就在侯府站稳了脚跟，凭什么？还不是你当初不愿嫁。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跳进了火坑里。有时候你说的话，你要是愈发听不懂了。不过也无妨，就算他当上了侯府的主母，也是我们盛家的人。娘有的是办法让他乖乖听话。娘的意思是，给他的嫁妆、铺子和农田，在管事儿的都是我的人，掌柜和下人也都听我的话。还有他那个相依为命的弟弟盛安之，有他在，他敢不听话？往后这崇仁侯府也得听盛家的。今天你们两个还挺给我面子的，怎么，王八炖乌龟，突然对我有好感啦？你说清楚了，谁是乌龟，谁是王八？你王八不，你乌龟，我王八，行了吧？哼，恶毒后娘，你还是那个恶毒后娘。好，恶毒后娘，你可别得意忘形。今天的事是我与妹妹商量好的，在外人面前给你撑腰。
今后我们也懒得赶你出侯府啦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行，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夫子已经请好，你们该拜师读书了。小爷都说了不想读书，你再说多少遍都没用。那你想干嘛？你不读书，以后谁来继承侯府的大业？那我就乐意当一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呗，怎么了？之前我没发现，这小子真是冥顽不灵。要不是你出生就在罗马，这号早就被练废了。你可以不读书，那皎月呢？什么？与皎月年纪相仿的人只有你，只有你才能照顾皎月一辈子。你现在不学无术，等以后我们都走了，谁来照顾皎月小宝贝？我不会拖累哥哥，我还可以保护哥哥。听到了吗，宁耀阳？皎月小宝贝身体不好，还想着照顾你，而你健健康康却整天不学无术。你听到皎月这么说，你心里不惭愧啊？可我读书就能保护妹妹，妹妹身体本来就有病，我读书又不能给她治病。我能啊，你只管好好读书，我来给皎月宝贝治病。你怎么？你们两个不相信我？皎月宝贝的病不好治，我要很努力的找出医术，才能找到治疗的法子。不过，你要是考个童生秀才什么回来的话，皎月宝贝的病就包在我身上了。如果能治，以侯府的能力早就治好了。所以说我也要很努力的。你哥哥负责读书，你努力治病，我努力找出治疗寒疾的法子，咱们三个一起努力，多好呀！我读。哥哥，小爷又不笨，童生秀才这种手到擒来。他既然答应给你治病了，哪有临阵退缩的道理？好，要的就这次戏。来，拉钩，盖章。说好了，今晚就给妹妹治病。当然，不过2个月之后就是童生试了，你要在里面拔得头筹，让我看看你的诚意。一言为定。好。皎月大宝贝的寒疾是伴随着腹痛气短的，明显是长期炎症引起，以古代医学水平很难根治。那我可以用现代医学，只要提炼出抗生素，就能治好它。头儿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有事吗？这是有关太子府案诡异事情的卷宗，都在这儿了。这个是圣府那边的，主要是圣翰林。派人继续盯着圣府。好。对了，嫂子回城途中都在教子，没怎么提圣府的事儿。圣翰林这只老狐狸的事儿，嫂子作为庶女应该并不知情。好。头儿，您这是要去？我今晚有点私事，得照常去巡街。好。头儿就差睡在阿维斯了，今晚居然因为私事推掉工作。夫人，有一位姬姓书生登门，说是来给大少爷、大小姐当夫子的，我请他在正堂等着。来啦！哎，你们2个刚刚答应我的，可不许反悔。哼，小爷才不会呢。夫人，姬夫子，耀阳皎月，还不快去拜师？这位侄子，请问你是哪里人？在举人科举当中，你是多少名次？在下是并州人士，是上届乡试的解元。怎么可能？你堂堂解元，怎会过得如此拮据？在下自幼父母双亡，吃百家饭长大，这官府给的银钱，都用来回报养育我的村人们了。大宝子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学识、品德都比之前夫子好。那就开始拜师吧。
福伯，准备束修6礼。是。学生见过夫子。你们既然已经拜入我门下，即日起便要时刻谨记，读书为本，品行为先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是。请起。哎呀，师傅已经拜好了，准备读书吧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开始。现在？对啊，大宝子，你不是激情满满吗？你不是有着必高中的万丈雄心吗？相信自己，明天有你成长。我先前与夫子说好的，我们侯府后花园中有座读书台，藏书万卷，清静怡然。我已经提前让下人安排好了夫子的住处。孩子们，你每日抽出1-2个时辰即可，月俸就按先前谈好的来。如果成绩提升得快，还有额外奖金。谢夫人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看看。好。四书五经，天文地理，果然是底蕴深厚。不愧是侯府，在下能否？夫子随意借阅，正好让他俩学学。哎，小爷自己会看。哦呦，有志气！今日值得纪念，为娘给你们提个字，助助兴。你会提字？你可别小看为娘，为娘可是翰林府的小姐。劳烦夫子为我准备纸笔。请。啊，他真的会写字啊！哥，后娘好像很厉害，又会做饭，又会看病，还能写字，还给咱们请了个解元当夫子，对咱们真的很好，是吧？写的什么？快给我们看看！好好，向上天。啊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好没有内涵的2句词。书法还行。你俩这字儿都认不全的小屁孩，还在这点评起我来了？知道这是谁说的吗？这叫大巧不工，返璞归真，对吧，夫子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虽然简单，但蕴藏真理，洗尽铅华。你们2个要认真记住这2句话。好，好，好，记下了。快开始学习吧。夫子请。好。好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我的得力助手，教育部长到位。接下来就要去赴那个瘟神的约会了，也不知约我干什么，可别是见色起意。老爷，今日二小姐带着侯府的公主和小姐回门，和夫人聊了2句之后，便去了后院，见了4少爷。那是他胞弟，想见就见吧。不过还有件事，奴才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，今日奴才外出，发现府邸附近多了好多陌生面孔。看身形，奴才怀疑是暗卫司的人。你确定？这个奴才不确定。不过二小姐走后不久，陌生面孔便又多了起来。之前老爷交代过奴才，奴才特意留意了些。你做得很好。圣秘密前脚去见了安之，后脚暗卫司的探子就多了起来。是巧合还是4年前赵氏无意间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被我灭口，正好被安之那小子撞见。我本想着他已经被下封，便饶了他一命，
现在看来，不能给他活路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对我忠心耿耿，对圣府也是殚精竭智。我赐你姓盛，在府中，我能相信的只有你一人。今夜，你再帮我去做件事。老爷请讲。去杀了盛安之。是。说是子时，看来我心急来早了些。这么大个后院，连个伺候的下人都没有，也不知道安之有没有盖好被子。虽说我是穿越过来的，可这些年下来，早就把你当成亲弟弟。你如果不疯不傻的话，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了。什么声音？水声？这气味是火油！什么人？你要做什么？二姐姐，安之，起来，跟我走，快走！开门！你可知我是谁吗？我是崇仁侯府主母，我如果死在这儿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开门！去死吧！都使大人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昌元叔，抓住他！昌元叔，你为什么要杀安之？杀安之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是因为赵姨娘，赵姨娘的死另有缘由。你是来灭口的？嘴硬的我见得多了，到了暗卫司，我看你能经历过几轮审讯。住手！住手！你是何人？此人怎么有些眼熟啊？原来是都使大人。下官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出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今日得知安之过得不好，回侯府后一直想着，正巧今晚刮风，我怕安之受凉，索性过来看看。你身为侯府主母，深夜跑来圣府，成何体统？还不快回去！二姐姐，没事，不用怕。若不是他来，今夜翰林府四少爷死于下人之手，盛大人怕是不知情啊。什么？是谁要杀我儿子？你这个狗奴才！老爷，你竟敢谋害主子！我这些年对你如此信任，甚至将你改去他姓，将你妻女接到圣府好生照顾，竟然恩将仇报！你个贱奴！老爷，奴才一时鬼迷心窍，一时糊涂啊！老爷，来人，给我拉下去！等等，此人你带不走。哎呦，都使大人，这是我圣府的家事，下官肯定会严加管教这狗奴才。带走。我说了，此人你带不走。都使大人，你是非要管下官的家事吗？下官知道，暗卫司权力很大，但下官也是朝廷命官。你若是没有正当的理由，也不能乱闯圣府。只要是上京的事，无论大小，都在暗卫司的管辖范围之内。皇权特许先斩后奏。何况本都使深夜入府，
肯定是查到了线索，还是说盛大人在怕什么？下官行得正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。你这狗奴才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，让都市大人这般怀疑圣府？呀，老爷，都是奴才的错。多年前，奴才觊觎赵姨娘的美色，一不小心才失手害死了赵姨娘啊！今日，奴才看见二小姐回府，有人听见二小姐和安之交谈，担心事情败露，所以这才……果然是你害死了赵姨娘，害死赵姨娘不够，还想烧死安之，亏我教了你这么多年的畅元术。二小姐，奴才错了，奴才错了，二小姐。你要请罪的不是我，都市大人，遇到这种恶奴，暗卫司应该怎么处置？若是下人这样谋害主子，一般都是拘令或者凌迟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救救奴才！你救救我呀，老爷！你竟敢弑主！你活着还有什么用？你的妻女也会被你连累。不好！不好！狗奴才，死不足惜！来人，将尸首拉出去，扔乱葬岗。看！怎么样？死了。神虽已死，但涉案在先，尸体我要带回安卫司。都市大人想收尸，下官自然会配合。这狗奴才就算留在圣府，我也会将他碎尸万段，扔是喂狗的。姐姐，我怕。没事的，安之。爹，我想把安之接入侯府。你是不是还不清楚你现在的身份？你是侯府主母，深夜偷跑出来，还要将胞弟带出去。你是想告诉外人我圣府没有家教，还是圣府养不起安之啊？爹，你也看到了，安之本身就有病，在这后院中连个伺候的下人都没有。今晚就让他搬去大宅。说是之后还有人来刺杀呢？胡闹！你觉得圣府是穷凶极恶之地吗？这恶奴已经死了，还有谁再来谋杀？你身为崇仁侯府的主母，现在要照顾的是小世子跟小姐，其他的事情不要多管，回你的侯府去。姐姐，我怕，我不想去。安之，你别害怕，恶奴已经死了，爹爹会把你接入大院中，以后姐姐会常来看你的。啊，不去。来人，将四公子带走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安之，你再坚持一段时间，姐姐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。今晚发生的事情太多，盛昌元虽然死了，但明显是渣爹的替罪羊，渣爹才是幕后凶手。死瘟神约我夜探圣府，必然早有线索，但目的是什么？盛夫人为何一直偷看我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就是……盛夫人是好奇我为何约你夜探圣府吧？不好奇。感谢都市大人为我赵姨娘伸张正义，抓出了真凶。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侯府了。日后一定去安卫司给都市大人送锦旗。千万别喊我，安卫司查的都是大案子，我可不想被卷进去。我就想当一条躺平的咸鱼。站住！都使大人找我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找夫人夜探圣府，是因为我查到了一些线索。那个死掉的奴仆并非是真的凶手，而真正的凶手……哎呀，别说，我不想听。是盛翰林，
就这么随随便便就说出来了。想必以夫人的聪慧，早就看出来了。你不愿意听，是怕受到牵连吧？这个死瘟神什么都知道，还要说出来，你是故意的！可恶，我怎么就招上你这种脏东西了？都使大人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，我只知道凶手伏诛了。都使大人若是想聊天的话，就换个人聊吧。毕竟我是有妇之夫，我要守妇道的，不便秉烛夜谈。是吗？嗯。想不到盛夫人对从未谋面的宁小侯爷这么情根深重。暗卫司权力大的，连夫妻之事都管。赵姨娘听到不该听的，被盛翰林灭口，而盛安之则是唯一活着的人证，他留在盛府必定会死，但我可以救他出来。条件呢？我要夫人帮我破一桩陈年旧案。烦死了！这昨天晚上外面吵的什么啊？害得我一整晚都没睡好。是二小姐和安维斯的都使来府里了，听说管家死了。什么？具体的事情奴婢也不清楚，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听说的。昨夜管家死在后院，四少爷被接到大院住，老爷下了封口令，说谁也不能谈及此事。是那件大案，可是秘密怎么也在？算了，不管这些。上一世安维斯也查到端倪，但一点用都没有，反而随着六皇子登基，爹爹官升一级更受宠了。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。这以后侯府的事情你少去打听，快些帮我梳妆打扮。我今天可是要去见姬郎君，若是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我拿你试问。大小姐，他就是个穷书生而已，真的值得您对他那么好吗？哼，你一个丫鬟懂什么？等我做上了宰相夫人，盛秘密那个贱人，还有那两个耀武扬威的小兔崽子，都得给我俯首称臣。可是，奴婢听说那季夫子从迎客楼搬走了。搬走？搬去哪儿了？奴婢也不太清楚。啊，好像是搬去了那个崇仁侯府。什么？盛秘密这个贱人！走，去侯府。夫人昨晚没休息好，岂止，累得我腰酸背痛。睡觉还累，是床不舒服吗？别提了，被脏东西缠上了。脏东西？我这就请人来给夫人驱邪。哎，站住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……算了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死瘟神满肚子坏水，竟然让我帮忙查太子府的大案，要了我的老命。夫人，这事马虎不得，就连太子府都出过事，咱们还是请人看看吧。太子府，你知道？太子府的事儿，你知道？整个上京谁不知道？那年太子府招了脏东西，夜里有鬼怪出现，害了太子殿下一家，据说可惨了。鬼怪杀人？事发之后，陛下震怒，下令严查，可一点线索也没有。见过的人都说是脏东西做的，说看到一颗巨大的人头在空中飘着，陛下也没办法，最后还是请的寺里的和尚来超度的。到如今，太子府还荒废着。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，我可不信什么鬼怪杀人，肯定是用了什么特殊手法。死瘟神明显也不信，才一直在追查此事，请我协助是因为我破解了五彩戏法。从那时候起，死瘟神就盯上我了。夫人，这事大意不得，就算不请个大师来驱邪，起码得换个卧房。哎呀，安了，没事儿的。这样，你把你想说的整理一下，晚上说给我听啊。夫人，这大宝子跟小宝子在干什么？在跟姬夫子读书。乱七八糟的事先等等，照顾两小只才是我的主营业务。那去看看。
子不教，父之过；子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刚才所讲的内容都记下了吗？记下了。好。啊，这是刚才所讲内容相关的试题，一炷香的时间内写完，交给我。哇塞，还有随堂小册，季父子也是用心了。这用功读书的劲儿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后娘，你都看了一上午了，干脆直接过来呗。还一直在感慨，有些长。为娘这是在监视你们有没有用功读书。没听说过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吗？你们还是不够用功。哼，还看，赶紧做题。哥哥别分心，咱们做题。夫人，有何事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路过。夫子继续，我先走了。夫人，盛家大小姐来了。她怎么会来？没说，正在前厅等着。大重生者跑我侯府干什么？这不是他的火坑吗？怎么有种不妙的感觉？走去看看。嫡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妹妹，母亲怕你在侯府受了委屈，特地叫我来关照关照。这点小事儿让下人来不就成了？还劳烦嫡姐亲自跑一趟。这好歹你也是因我悔婚才加入侯府的，我有愧于你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那两个孩子呢？他们啊，用功学习呢。学习？怎么会？我听外人说，那侯府的嫡长孙最讨厌读书写字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怎么会喜欢读书呢？嫡姐，耀阳和皎月真的爱读书了。当然啦，这也多亏了我在外面请了一位好夫子。夫子？姓甚名谁？就是一位年轻的夫子，姓姬，叫姬长生。听说他颇有才华，就带着耀阳皎月去请了，没想到还真让我给请到了。可恶，现在真的在崇仁侯府。上一世被你捡了漏，这一世怎么还被你先得了手？原来是姬夫子，这倒是有缘。我家大小姐与姬夫子也相识了。啊？嫡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怎会与姬夫子相识？我之前去鸡鸣寺上香，这马车受了惊，幸得姬公子出手相助。后来我打听到他在迎客楼暂住，做了备考的举子，我便上门谢过一回。真是吐了，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也不怕被打脸。这样啊，我确实听姬夫子说过，在迎客楼时有一位难缠的富家小姐，非要资助他。难不成是嫡姐你？难不成是嫡姐你？是，许是那姬公子不记得我是谁了。这个事情于他而言是小事，但对我来说，那可是救命之恩呐。我拿钱也是为了报恩呢。这么看来，嫡姐与姬夫子确实很有缘。那是自然。二妹妹，这姬夫子现在可在你府中？就在侯府后院的读书台。嫡姐可是与姬公子去叙旧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自然是要当面去致谢了。二妹妹，你现在身为侯府主母，自然是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我便自己去了。
这大小姐怕是连读书台在哪儿都不知道，这么迫不及待，怕是把自己当成侯府主母了。她上一世还真是侯府的主母，也知道读书台在哪儿。想不想去吃瓜？想。走。季夫子，圣翰林府大小姐求见。她来干什么？不见。是。季夫子，我家大小姐之前和您有过一面之缘，您曾经救过我家小姐，她来求见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能够向您表达感谢。哎呀，吵死了！哪儿来的奴婢，想死不成？耀阳，姬公子，姬公子，难道忘了我吗？哟呵，是你这个丑八怪，你是来找夫子重燃旧情的？认真做题。姬公子来这里教书，是因为盘缠拮据吧？成为在即，公子应以仕途为重，怎能分心教书？不如公子随我回圣府吧，我单独备一间院子给你，绝对无人打扰。这位小姐，姬母之前已经说过，不受嗟来之食。况且，夫人对我照顾有加，在下是心甘情愿来教书的。这里是学堂，还有2位正在读书的学生。还请这位小姐为他人着想，不要再闹了。唉，提携巧人的手段一点儿都不高明，都没搞明白用户需求是什么，白瞎了重生的金手指。读书，他们一个大字不识的纨绔，一个身体不行的病秧子，他们读的什么书？敢骂小爷和妹妹！你这个丑八怪，你什么意思？坐下。这位小姐，你若再继续闹下去，我就叫人请你出去。姬公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就是姑娘回门的时候，你就在背地里咒过我嘛。来人！好，姬公子既然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洛儿，那洛儿也不强求，立刻就走。还装！又被打脸了。快跑快跑！大小姐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软的不行，我们就来硬的。走，去找圣秘密。夫人应该没被他们看见吧？包的，这要是被圣洛尔发现了，那他就里外不是人。哎妈呀，题考都没这么拼过命，累死我了。这看下来，狄姐是不可能拉拢到季夫子。来来来，狄姐这么快就叙完旧了？我去的时候，那姬公子正在教导孩子们学习，我就没去打扰他。抱歉，我刚刚想到一件很开心的事。主人说话你偷笑，我看你是皮痒找打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小果子平时就这样。哼，然后呢？你没打扰他就回来了？是啊，那个侯府的嫡长孙，他目无尊长，他骂我，他还……我也想到了一件开心的事儿。是耀阳那小子的性格，我是知道的，确实是无法无天的性格，但是他也不会平白无故的骂人。夫人这是在说大小姐不好吗？我可没这么说，我只是比较相信我家耀阳。若无其他事的话，狄姐姐请回吧。不可！怎么了？二妹妹，
其实我刚刚都是骗你的，并不是母亲让我来的，是我实在无处可去了呀。哟，还有新套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当日回门之后，母亲便一直指责我。对，夫人每次都把小姐骂哭，今日也是。小姐实在忍受不了了，一赌气就离家出走了。可是无处可去，只好来找二小姐了。哎呀，嫡姐可是嫡母的心头肉，嫡母怎会舍得骂哭你啊？其实母亲觉得二妹妹在侯府过得如意，便说我不争气，白白浪费了这桩好婚事。可嫁不进侯府，是我自己没缘分。二妹妹你过得好，也是咱圣府的福气，不是？说哭就哭，跟短剧演员一样，还演得像模像样。要不是我知道你是重生的，我还真信了。所以嫡姐今日来是想在侯府住下？我今日来找二妹妹，就是为了此事。夫人，二妹妹，你若是不收留我，我便当真无处可去了。而且这若是被外人听到，也是会说二妹妹闲话的呀。哟，还是道德绑架了？我才不在乎。不过我倒好奇，你想出了什么鬼点子？是，我若不留嫡姐住下，倒显得咱们姐妹生分了。那嫡姐就先在侯府住下吧。嫡姐是因为我才被嫡母骂的，明日我亲自送嫡姐回去，好好跟嫡母说道说道。那便多谢二妹妹了。没事。不过回雪堂和回敬楼都已经住满了，该让嫡姐住哪好呢？这读书台不是就有姬公子一人吗？我住在读书台附近便可。二妹妹，你说我对这侯府也不熟悉，也只去过读书台，我去那儿会方便一些。是，那我这就让下人给你打扫出来。来人，送姐姐下去休息。他们肯定不怀好意。这哪是不怀好意啊，这是把坏事都写脸上了。那夫人还让他们暂住，这样才能让他彻底死心，免得他一直惦记咱们家姬大状元。今晚别睡太死，还得去捉奸呢。谁？姬夫子，奴婢来给您送夜宵了。读书台素来清静，只有个耳朵不好的老仆伺候关门，怎么会有丫鬟来送夜宵呢？是夫人让奴婢来送的，说是您教大少爷读书辛苦了，给您送碗燕窝粥来进补进补。夫人客气了，这是在下分内之事。这都是夫人的一片好心。夫子若是不便开门，奴婢便放门口了。夫子记得趁热喝，奴婢先告退了。小姐，他端走了。我就不信他喝了燕窝还能坐怀不乱。这今晚之后，我就是宰相夫人。大小姐竟然给季公子下药，她可是翰林之女，怎能用如此下作的手段？你不懂，这是传统手段。嫡姐总算干了一件重生的事。夫人的话，奴婢又听不懂了。咱们进去吗？当然。还能让他糟蹋了咱们的状元郎不成？走，捉奸去。姬公子，
姬公子。啊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我本来是在二妹妹家借宿，今天晚上实在是太闷了。我就想着出来走走，没想到就走到这读书台来了。姬公子平时都是宿在这里的吗？这是在下读书的地方，不方便与大小姐说话，我还是送你回去吧。喝了药还赶我走，这定力可真不是一般的强。可恶，今天晚上我就豁出去也得得手。姬公子，怎么你这里也好热？你不热呀？我还是送你回。姬公子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姬公子，你就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有乐儿，乐儿伸出名来，怎么就配不上你？姬公子，你别……哎呀！出去，出去！这个不识好歹的，快扶我回去！李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衣服，你衣服，哎呀，二妹妹，你可算是来了！你们府中的那个姬夫子，他要毁我的名节，我这以后我该怎么办？他要毁我的名节，我这以后我该怎么办？你休要胡言乱语，泼我脏水！我在屋内读书，你在院子外面，我如何毁你清白？我姬长生对天发誓，从未做过任何不坦荡之事。哎呀，二妹妹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夫人，这大门紧锁着，大小姐不会是又犯癔症了吧？哎呀，狄姐，你怎么又犯癔症了？这可怎么办？狄姐，你清醒点，这里可是侯府。你成亲的时候就犯了癔症，让我给你替假，这不说治好了吗？怎么又犯病了？你打我干什么？是你们的姬夫子，是他欲行不轨之事，是……狄姐癔症犯了，还不快堵住他的嘴！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就算那姬夫子再正直，也不能真的……好你个贱魔！狄姐癔症犯了，在这胡说八道，你不帮着狄姐说话也就算了，反倒在这诬陷。就算狄姐不要面子，寿服也不要了吗？爹爹为官的名声也不要了？没有，奴婢没有。小伙子，没有，张嘴20。是。狄姐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晚上的吵吵闹闹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哎，后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后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抱歉啊，耀阳皎月，吵醒你们了。盛秘密，我在你的侯府失了名节，你不为我做主也就算了，你竟然还差人打我的丫鬟，你……哎呀，狄姐，我真的没想到你这次犯病犯得这么严重，连爹娘的名声都不顾了。看来我们府的府医是医不好，只能先送你回去。我没犯病，是那个姬长生的。哦，我懂了，你这丑八怪，白天来勾引姬公子不成，就想着晚上来栽赃他，不知廉耻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！小伙子，快来堵住狄姐的嘴！抱歉了，狄姐，为了侯府的名声，只能把你的嘴堵住了啊！师姐，这个胖猪气晕了，想污蔑姬夫子，活该！二小姐，你……狄姐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犯病？你最好想清楚再说。
否则爹爹得知是因为你，嫡姐才失了名声，第一个杖毙的就是你。我们侯府的府医医不好嫡姐，带嫡姐回府吧。你们两个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在这干嘛呢？明明是你们把我吵醒的。哎，夫子呢？夫子，你没事吧？令夫人担忧了，我还好。哦，原来没有喝啊！嫡姐这样该死心了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奴婢没看住大小姐，大小姐吃完晚饭就发癔症了，不睡觉非要跑出去逛。奴婢跟着大小姐出去，突然大小姐就发疯似的往读书台跑，奴婢拦都拦不住。大小姐跑过去就跪在地上，开始风言风语。是奴婢不对，是奴婢该担万死啊，老爷！你是真疯了不成？我官居翰林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儿啊？啊！三更半夜跑去崇仁侯府，勾引一个穷书生，来人，请家法！老爷，住口！都是被你惯坏的。侯府不嫁，居然勾引穷书生，把盛家的脸面都丢光了。老爷，洛儿是病了，况且盛秘密已经把事情压下去了，没人会知道的。不，父亲，我没有病。那个姬长生，他可不是个普通人，他未来会成为大玉国最年轻的宰相。如果我嫁给他，那我以后就会是大玉国最年轻的高明夫人。我看你这癔症啊，是好不了了。听我家法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是信我的对不对？母亲，你把事情闹成这样，让我和你父亲怎么信你？何止是事，没人比你父亲更清楚其中的门道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呐！哎呀，我不管，反正事情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，我本来也没有脸面了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就去跟姬长生提亲吧，他以后一定会对父亲有帮助，他也会对母亲你好的。荒唐！崇仁侯府已经替你把事情捂得严严实实，你却大张旗鼓，今日我非得打醒你！老爷，明天我去寺里请位高僧来。洛儿这症状不像是癔症，倒像是中邪了。不，我没有中邪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些都是我梦到的。我不光梦到了姬长生能够高中状元啊，我还梦到了哥哥在杏花巷养了万世，我还梦到了陛下他。你说什么？父亲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您不信您可以去查。安琴养外室这件事儿，分明只有我知道啊！胡闹！你表哥一表人才，怎么会呢？夫人，你先下去，你也下去。老爷，母亲，母亲，父亲。你还梦到什么了？继续说。我还梦到陛下立了6皇子为太子。太子府案只有我等几个6皇子的心腹知情，连暗卫司都不知道真凶是谁。6皇子害死太子就是为了储君之位，他能说出此话，难道梦是真的？你说6皇子被立为储君，那太子妃是谁？太子妃？太子妃是礼部侍郎的女儿。万恒的女儿。万恒跟万贵妃是兄妹，他女儿倒是有可能。不过此事还没发生，而我提前知情，完全能夺过此姻缘。起来，来。
礼部侍郎的官职与爹的官职相同，他的女儿能当太子妃，你也能当。比起那穷书生的宰相夫人，做太子妃岂不是更好？父亲，您的意思是？你的梦若是真的，咱们就占尽了先机。侯府那夫子之事，盛秘密竟如此对你，定是铁了心不会如你所愿。事到如此，还不如换个目标。3日后，大公主会在府中举办春日宴，6皇子也会赴宴，你也去。我记起来了，上一世我以崇仁侯府主母身份参加了这春日宴，可那宁耀阳刚到宴会上，与长公主的小儿子吵了起来，我求和不成，还挨了20板子。父亲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当那春日宴攀上6皇子的高枝？不错，你有梦境相助，此事必水到渠成。爹也不瞒你，爹是6皇子的心腹。你若能讨得6皇子的欢心，爹就助你当上太子妃。父亲放心，女儿一定会成为新的太子妃。哼，死穷酸看不上我，等我成了太子妃，要你好看，还要那个盛秘密。这次春日宴挨板子的是你。夫人找这些发霉的橘子做什么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青霉菌，是提炼青霉素的重要原料。青霉素，这又是什么？就是一种抗生素，能治疗风寒、驱毒、外伤感染等。皎月小宝贝的病可是要靠它根治。那不就是神药？差不多吧。去帮我准备一些容器，现在就开始培养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大白天玩什么 jump scare？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呐？可恶！要不是看在你是都使，我真要打死你这死瘟神！是我唐突了，不过这些是在做什么？给我女儿治病用的。都使大人，你大白天闯我闺房干什么？崇仁侯府怎么跟公园一样，谁都能来？逼我发明密码锁呢？我来找夫人是来探案的。明日长公主会在府里面举办春日宴，6皇子也会去。我想让夫人接近6皇子，找出线索。你不就是让我破解什么戏法的吗？怎么还让我当起间谍了？不，我不去啊！况且人家也没邀请我。夫人，长公主府上送来帖子，请你参加明日的春日宴。阿卫斯也会去，不会让夫人有性命之忧的。我只想让夫人利用经验，看看6皇子身上究竟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线索。夫人，哎呀，你快躲起来，不然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！快点儿。那夫人……好，我明天去就是了，快藏起来。夫人，夫人，你找什么呢？非得来嘛？小爷还得跟夫子读书。好啦，你还是个3好学生呢。不过很快就会结束了，这毕竟是长公主之约，不来不合适。是崇仁侯府的祖母少爷大小姐吧？是。请随我来，长公主已等候多时了。耶，聂耀阳，你也来了？这几日一直喊你出来玩，你怎么一次都不出来？哼，小爷忙着读书呢。就你爱读书，
咱俩谁不知道谁啊？你连名字都不会写，还读书呢？放屁！我早就会写了。真会写？我还会写《三字经》呢，千字文。我现在强得可怕，正准备好曲同声。下次再见的小爷，就叫小爷宁书生。好啦，都知道你会读书了，走吧。崇仁侯府生密你，携子宁耀阳、宁皎月参见长公主。快给长公主行礼。长公主好。长公主好。行了，一边坐着去吧。走。哎，咱们侯府惹过长公主，怎么感觉她有点没好气儿啊？是哥哥和长公主的儿子康福来不对付。怎么回事？胖福来仗势欺人，小爷看他那横行霸道模样不爽，跟他打了好几次。都会说成语了，仗势欺人，横行霸道。是跟你被打了好几次。你每次惹了康福来，长公主都会来欺负哥哥。哼，这不就是欺负咱们侯府没人吗？哼，我还以为这崇仁侯府新入门的主母能好好管教两个小崽子，现在看来都是没教养的。妹妹，带哥哥先去玩。可是没事儿，大人的事情小孩子担些什么？去吧。臣女刚登门，长公主便这般说话，难道邀请崇仁侯府来春日宴，是为了戏谑的？我倒是第一次见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崇仁侯府是功勋世家，我丈夫为了大玉国镇守边关数年未归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公主说崇仁侯府没有教养，这传出去，得寒了多少将士的心？别乱给本宫扣帽子，本宫可没说过这话。是。哎呀，妹妹，你拉着我干什么？那个女人都指名道姓骂咱们侯府。她是长公主，就算骂咱们侯府，咱们能骂回去吗？哎呀，可后娘她一个人，要是被欺负了怎么办？咱们后娘的本事你还不清楚，放心交给她吧。六皇子殿下，好巧，竟然能在这儿遇到你。这是那个丑八怪的声音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是？奴家是圣翰林府中的大小姐圣洛儿。哦，原来是圣大人之女。洛儿姑娘为何戴着面纱呀？奴家的脸上起了些红疹，母亲怕冲撞了宾客，所以才不得不戴着面纱的。什么红疹子？明明是被我后娘煽肿的。宁耀阳，胖福来，听说崇仁侯府娶了个庶女当主母，你爹下落不明，你就沦落到让个庶女当后娘的地步了，真是可怜。侯府的事轮不上你管。还嘴硬，庶女会当家吗？宁耀阳，看在咱们认识这么久的份上，我就从府里给你挑几个识字的丫鬟当娘，反正你能让庶女当娘，应该也能让丫鬟当娘吧？再敢多说一句，小爷就打碎你的牙！宁耀阳，你个狗崽子，怎么和本世子说话呢？狗崽子怎么和小爷说话，小爷就怎么和狗崽子说话。你再敢多侮辱我后娘一句，试试！哥，别冲动。哟，这不是你那个活不了几年的病弱妹妹吗？一个短命鬼，配个庶女娘，
真是有趣啊！还敢说，找死！本世子说错话了吗？窝囊废，被个庶女骑在头上，你宁养羊没种！看我不打死你！小心点！小兔崽子敢拆我台，这下好了，生命里要挨板子了。姨母，快来帮我拉凯哥和康福来！现在知道叫我姨母了。你敢跟康世子打架，你有几个脑袋？现在知道我是姨母了。啊，六皇子殿下，这些小孩吵闹，不如我们换个清静的地方聊。殿下放心吧，这康世子是不会吃亏的。好，那就换个地方。不行，得去找后娘。来人，把宁耀阳这个野小子拉出去杖毙！住手！仔细看，没事吧？小爷没事，小爷没事，我要打烂他的嘴。没事就好，你没事，以后这种事情让为娘来解决。两个小孩打架，长公主不分青红皂白拉偏架也就算了，还扬言要杖毙妾身的孩子，长公主未免也太跋扈了吧？你敢这么对我说话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来人，把这个庶女跟野种给我拉出去狠狠的打！我看谁敢！我是崇仁侯府明媒正娶的主母，这是侯府的嫡长孙，我看谁敢动他们！长公主一口一个野种，是觉得先皇赐封的侯爵名不正言不顺吗？还是说长公主看不起先皇赐爵？你别胡说，本宫可没有质疑先皇。崇仁侯府的名号是家父跟随先帝征战沙场得来的，妾身的丈夫此刻正在边疆保家卫国，而大玉朝堂堂长公主却要杖毙崇仁侯府的嫡长子，难道是不把上京所有功勋世家放在眼里吗？你可别胡说！我是庶女出身，比不上长公主身份高贵，可崇仁侯府的名号比长公主下嫁的康府要高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康府至今未封爵，长公主的优越感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敢欺负到我家孩子头上，别说你一个下嫁的公主，就算是皇子，我也寸步不让。论吵架，没输过。终于也有娘亲保护我了。可后娘为了我们不惜得罪权贵，后娘是位好后娘。你们两个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给大家说一说。没事儿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让大家评评理。好，是我和妹妹在一起，胖福来过来没事找事，骂我就算了，他还诅咒妹妹，侮辱后娘，听不下去，就跟他打了起来。我看到了，是胖福来先骂的宁耀阳，也是他先动的手。抱歉，长公主殿下，我家孩子不懂事。长公主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娘亲，我屁股疼，刚才摔死我了。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这样吧，你让这个庶子给福来道歉，你也要给本宫道歉。凭什么？是他惹事在先，要道歉也是他给耀阳道歉。你有盛世，你用不着喊，我又不聋。长公主如果想仗势欺人，我崇仁侯府也不怕，大不了就去圣前告一状，天底下再大，也大不过一个理字。你发生什么事了？张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张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反了，造反了！崇仁侯府这几个人，竟是连本宫也不放在眼里了。定是小世子和那侯府的嫡长孙起了冲突，侯府嫡母和那宁耀阳惹恼了长公主殿下。你一个重生的还在这给我装什么？
嫡姐若不知情的话，还是不要妄加揣测。二妹妹，就算你是侯府的嫡母，但长公主殿下又岂是你能得罪得起的？宁耀阳即使得罪了世子，便要受罚。你赶紧跟长公主殿下道个歉，别让别人说我们圣府没有教养。闭嘴！你个丑八怪，什么都不懂，不要说话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孩子。我觉得耀阳说的对，嫡姐若不知情的话，就闭嘴。这长相果然是两个小鱼，幸好本皇子得到情报，今日就要斩草除根。今日所求，就是一个理字，请长公主给耀阳道歉。你不好！小心！来人！不见！快来人保护本宫和世子！竟然躲过去了！不管如何，今日必须斩草除根。没事吧？你怎么才来？你再来晚点我都要嘎了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些人怎么盯着我们杀？母亲，快走，这里太危险了！娘，咱们快走吧。找个地方躲一下，这里交给我。走。你们刚刚叫我什么？怎么？看你刚刚替小爷出头，又舍身救我和妹妹的份上，勉强叫你一声娘。不错，有生之年能够听到你们两个这样叫我，刚才跟长公主对线挡箭都算值了。母亲，你的脖子没事吧？这点小伤算什么？为娘身轻体健，回去叫府医看看就行了。啊，姐姐，走活的。是。宝贝别怕，娘亲一定不会让你受伤的。看着做什么？一群光吃饭不干活的废物，还不快去抓刺客！是。殿下，我们也快躲起来吧！殿下，汉维斯的人怎么在这里？不行，不能让他抓住本皇子的把柄。殿下，滚开！哼！头儿，就是他要杀主母和少爷。你是谁的人？带回阿维斯，交给刑房逼供。是。督师且慢。阿维斯照例审问犯人。六皇子殿下有何事？这刺客胆敢在长公主府行刺，定是与反贼有关，应当进宫禀告陛下，再转交慎刑司。可他刺杀的是崇仁侯府的嫡长孙。哦，那个小孩。督使的意思是说，这刺客在长公主府行刺，目标却是崇仁侯府的小孩。难道他身上藏着秘密？那也要审问之后才知道。哼，那也就是说，暗卫司还不能断定刺客的目标是谁。既然如此，来人，送去慎刑司。慢着，六皇子，臣女都快被射成筛子了，还不能证明刺客是冲着崇仁侯府来的？许是误伤。还能连续2件误伤？六皇子这么着急带着刺客走，是想破案，还是想包庇啊？你说什么？所有人都看见刺客刺杀的是崇仁侯府的主母和嫡长孙，六殿下为何这么着急带他们走啊？侯府主母身带剑伤，纵然是陛下，他也会认的。死瘟神让我盯着六皇子，眼下六皇子又明显包庇刺客，他肯定藏着秘密。但既然对耀阳动手，到底是什么秘密？
这次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趟到底。他腰间戴的那是用来小孔成像的太子府鬼怪杀人。小果子跟死瘟神都给我讲过，太子府案发时，很多人看到有一颗巨大人头悬浮在空中，地面有大量绿色火焰滚动。绿焰我倒是能猜到，8成就是灵化侵犯。悬浮人头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如果是小孔成像人，那就都通了。盛夫人，你是对刺客之事持有什么想法吗？这肯定是盛昌元那个狗奴才干的。前日我回娘家的时候，盛昌元想要烧死我，结果被我反杀了。这件事情都使大人是知道的，快带他们去安卫司审讯。原来如此，带走。且慢！殿下还要阻拦？该死的奴才！胆敢在长公主的春日宴上行刺，一旦查明真相，本皇子便诛你9族！带走。是。既然闹剧结束了，那本皇子便先告辞。长姐，放心吧，府上不会再有刺客。殿下，等等我呀！殿下，我带你去包扎。我这点小伤没什么的，都使大人若是没有事的话，能不能送我们回去啊？万一还有刺客呢？另外，我还有事情想要跟都使大人说。好。放心吧，秦坚是安卫司第一高手，2个孩子跟他同乘一辆车，不会有危险。夫人想说什么，现在就说，不会有第3个人听见。那我就长话短说了，六皇子不对劲，他明显是在包庇刺客，他害怕刺客被带去安卫司。还有，他临走的时候对长公主说，不会再有刺客了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不错，敢做出这样的保证，那必定有所相关。还有一件事，大人让我调查六皇子身上的线索，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个。是什么？大人曾经说过，太子府案发时空中有一颗巨大的头颅，很多人都看见了，所以被定性为鬼怪杀人。我是不相信什么鬼怪之说的，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过，但是我知道这种东西有很多办法能够实现，六皇子腰间之物就能做到。你确定吗？这个就是小孔成像，利用光源通过小孔投射到其他地方，能起到放大10倍甚至100倍的效果。夫人所言，我怎么听不懂？这个是科学。科学？就是那个。大人有火折子吗？那碗就是这个。这个很简单，六皇子身上带了透镜，不仅便捷，还更清晰，放大效果更好。原来是这样。但那天晚上还有大量的绿色火焰。更简单了，就是硫化氢燃烧。就是一种燃点极低的可燃性物质。大人去过乱葬岗吗？尸体腐烂所产生的气体就会出现。我全明白了。夫人，我终于能查清太子案真相了。
是我唐突了，但其实我早已经有了眉目，我会尽快查清真相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问都使大人。说。刺客，或者说是六皇子，他为什么要对耀阳下手？都使大人，我不太清楚，抱歉。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真相的时候，再等我几日，待我查明真相，禀告陛下，还太子清白后，再回到崇仁侯府，以小侯爷的身份与你相认。不清楚就算了。死灵神肯定知道，故意瞒着我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六皇子要杀耀阳？这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！崇仁侯府到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安维斯夫人，回去好好处理伤口。最近一段时间不要随意出府，若有事的话，我会去府上见你。啊！我是有夫之妇，别来沾边，告辞。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我就跟夫人一起去了。夫人还疼不疼？我身体好着呢，刚才府医不都说了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娘亲，我和哥哥在马车上商量了一下，我们想搬来回敬堂住，方便照顾你。来，给娘亲一个。喂，别亲小爷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要搞清楚，我们搬来是为了照顾你的，可不是想和你这个后娘住一起。好你个没良心的，白天还叫我娘亲呢，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？那是情急之下，也还没有完全通过考验呢。行行行，那我就完成你的考验，早晚我就让你心甘情愿的叫我娘亲。别摸小爷头。小果子，去把侧房收拾一下，让他们去休息吧。是，小姐少爷跟奴婢走。唉，得到梁小芝的认可，任务都快达成了。可是这麻烦的事情怎么越来越多呀？想躺平好难呢。狄姐前几天还勾搭姬夫子，转头就攀上了六皇子的高枝，这显然是换了目标。以狄姐重生的视角来看，六皇子肯定能上位。可六皇子为什么要杀大宝子？难道大宝子是六皇子的绊脚石？可大宝子是崇仁侯府的嫡长孙，跟六皇子登基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又不是皇室。上位籍贯就带回了梁小芝，没娘的野种。数年前太子谋杀案，刺杀、绊脚石、登基，耀阳皎月是太子的孩子。耀阳皎月是太子的孩子。这么看来，那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当年太子府惨案，宁静默从太子府带回了梁小芝，所以才上位籍贯就有了此嗣，还是没娘的野孩子。六皇子查到了线索，所以才安排了刺杀。天哪，我就是想到一条咸鱼，这怎么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权力漩涡之中？感觉小命不保。可是他们喊我娘亲啊，一声娘亲大过天。我不管他们是谁的孩子，现在就是我圣秘密的孩子。我不管是谁欺负他们，都得过我圣秘密这一关。他们躺下了。夫人，大少爷和大小姐现在越来越年龄了。那是必须的。啊，对了，我让你盯着的青霉素怎么样了？还得给皎月小宝贝治病呢。正在提炼，夫人随我来。好。
已经提炼成功了。那是不是大小姐的病很快就能治好了？浩然，妹妹韩琪又犯了。不好，浩然，妹妹韩琪又犯了。妹妹刚睡没多久，突然就开始发抖，全身跟冰块一样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她会不会有事啊？这一次比上次更凶猛，会越来越强，必须要赶紧治好。一定要游泳。哥，娘亲，哎，幸好有用，体温开始回升了。皎月宝贝，娘亲找到治疗你寒疾的办法了，过不了几天，你的寒疾就能好了。真的吗？皎月宝贝，过不了几天，你就能想出门就出门，想去玩就去玩，再也不用担心身体了。我也可以像哥哥一样。后娘从不说谎，她一定能做到。谢谢娘亲。谢什么？我可是你们的娘亲。大宝子，还记得你当时答应我什么吗？不就是个童声秀才吗？小爷也从不食言。你治好妹妹，我就给你砍回个童声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夫人，大小姐用了几日青霉素后，基本痊愈了。我亦不敢相信，方才给小姐请了数次脉，害得小姐差点连姬夫子的教学都迟到了。痊愈了就好。耀阳呢？大少爷读书非常用功，就连姬夫子给他放假都不肯离开读书台，看样子真的要考上童生了。难得的岁月静好，若能一直这样下去，就美滋滋喽。上旨到，同仁侯府主母宁上士接旨。哪来的圣旨？夫人，是不是出事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走，下去接旨。走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宣崇仁侯府宁圣士即刻进宫，钦此。宣我入宫？宁圣士，接旨吧，陛下还在宫中等着呢。妾身领旨。公公可知陛下为何召我入宫？咱家只是奉命行事，夫人快随咱家进宫吧。娘亲，后娘别怕，我们和你一起进宫。没事儿，娘亲又没做过什么恶事，不会有什么的。你们乖乖在家，我去就会。小果子，照顾好他们。是。劳烦公公带路。也是好起来了呀，都来皇宫打卡了。不过，到底为啥让我来啊？是死瘟神都查清楚了，还是六皇子大获全胜，要兴师问罪？哎呀，这段时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消息都闭塞了，早知道多打听一些了。宁圣士，陛下还在里边等着呢。
这就是大玉国的皇帝老儿。正反方怎么都在场？这是要搞什么啊？崇仁侯府宁盛世，参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宁盛世，今日暗卫司上书禀奏太子府案已经查明，并非鬼怪作怪，而是人为。说你能证明这一点，你可能证明？所有的证据我都呈于陛下。你先前推测的那些，陛下都已知晓，唯独鬼怪之术，需要你亲自破解。看我的。暗卫司要想栽赃陷害，也得找个像样点的人来。一个崇仁侯府的庶出主母，能懂什么？倘若暗卫司拿不出来证据，那本皇子便要参暗卫司一个污蔑皇子、欺君罔上的大罪。你来干什么呀？这是添乱啊！陛下，臣这小女儿性子顽劣，撒谎成性，破解鬼神之说，竟是她信口胡说，不能当真呐！我还没开始，你就急着否认。殿下，请将腰间佩戴之物交予我。放肆！此乃皇家之物，岂容你染指？陛下若想让臣女破解鬼怪之说，就让六皇子将佩饰交给臣女。此物是证物。够了！父皇，给他。是。宁盛世，你若是破解不了，便是连同暗卫司陷害皇子、欺君罔上，你可清楚？陛下，你既让他作证，就该有这打算。朕只想看真相。放心吧，小 case。六皇子，给我吧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！太子灭门的东西怎么会在你的身上？父皇，是他陷害我，儿臣与先太子私交甚好，我岂会灭太子满门？这是陷害！殿下可真会说笑，这个东西就是殿下您的，陛下可亲眼看着，怎么能说是我污蔑你呢？陛下请看此物，这又是什么？此物名为磷化氢，极易自燃，在空气中便可产生鬼火之效，是臣在审问长公主府中的刺客时，从他身上搜得的。鬼火？你是说，这就是朕当年看到的绿色火焰？是。那刺客到底是谁的人？为何会有此物？这是刺客的证词，据他交代，他是六皇子的手下，人就押在安卫司，陛下随时可以去审问。阴谋，这是阴谋，都是阴谋！给朕拿上来！同样的东西，臣在圣翰林府也有所发现。前些日子，臣与崇仁侯府主母夜探圣府，
碰到盛大人派管家去杀人灭口，并由此查出，当年崇仁侯府主母的生母赵姨娘，就是发现盛大人和六皇子犯下太子府案，才要杀人灭口。你这是污蔑！陛下，臣绝无此事啊！你们呐！身为朕最爱的皇子，朕最信任的臣子，你们竟联手做这种事儿！来人，皇上，将此2人押入大牢，朕要彻查到底！朕要彻查到底！父皇，儿臣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你不要听信他们的谗言呐！哼！你这个逆女，为什么要污蔑我？若是圣父被抄家，你也是躲不掉的呀！你为了掩盖你龌龊的行径，杀死赵姨娘，将安之害得痴傻。当初做尽坏事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这么一天。呸！带下去！父皇，押下去！宁生氏，此次破案，你和暗卫司功不可没。圣府若被抄家，朕不会追责于你。谢陛下隆恩。只是圣府中还有一位弟弟是受人陷害的，他是无辜的，求陛下饶他一命。准奏。谢陛下。你先下去吧，朕跟宁都使还有话说。是。死问谁先灭了？我的钱呢？哎呀，哎呀！夫人，太子案的主谋六皇子党羽被抓，圣府也正被抄家。现在情形乱得很，您真的要进去吗？当然，我是来接安之的。咪咪，你快救救我们吧！老爷要死了，圣府也没了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你去陛下面前帮我们求求情吧！我是来救安之的。二妹妹，你能救安之，你也一定能救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抱歉，救不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2辈子都过得比我好？凭什么你想要的总是能轻而易举就能得到，而我生落就只能这样过一辈子？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为什么到最后我还是要输给你？平敌姐。拿错剧本了，你一个重生者，拿什么跟我穿越者斗？舒坦，果然还是躺着当咸鱼的日子适合我。哎呀，前2个月又是刺客又是进宫的。感觉把我这辈子的卷量都卷完了，还好陛下封我诰命。如今姬夫子已经高中状元，今日又是宁耀阳的小子同生事，生产的香皂牙膏大卖，小日子越来越顺风顺水喽。娘亲，哥哥快回来了，我们去门口接哥哥吧。好，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说到做到。走。考上了啊！妹妹，考上了！真棒，不愧是我们侯府最聪明的小少爷。好考吗？难不难？我也想考。好考，不难，你去也行。好，那我们都向姬夫子学习，让我们侯府也有2个小状元。今天晚上为娘亲自下厨，给你们2个做大餐。好。这马车好像有点眼熟啊。
傻丫回来了。他就是我那没见过的便宜相公，看身段可以啊。你倒是把脸转过来。这画面，这剧情，来了。狄姐说的宁静默带着美娇娘回府，宠妾灭妻的剧情，他还是来了。唉，这便宜相公身材倒是挺合我胃口的，可惜了，是个渣男。我还是选择金钱和事业吧。不过，总感觉他有点眼熟。夫人到家了。越是春来梦里，烟霞云天便是死瘟神，长夜在无寒息。怎么会是死瘟神？这什么情况？秘密，静默回来了，他就是你相公。哥哥，他就是咱们爹爹。怎么是你？哥哥认识他？他就是吃人的都使。什么？都使是咱们爹爹？那他会不会欺负娘亲？你敢欺负娘亲，小爷饶不了你！小爷才不怕你呢。我不会的。小孩子的话不要放在心上。那个，这位就是正主吧？那个，你给我封休书呗，我现在就卷铺盖走人。啊，娘亲你要走？我们只认你一个娘亲，你哪也不能去。坏爹爹一回来就要欺负娘亲。闭嘴！你们两个以后要好好听你们新娘亲的话，不要以为我不在了就能无法无天的。还有，你们要是想见我，就去铺子里找我就行了啊！哎呀，秘密，谁说要休你了？我想啊，秘密你是误会了，她呀是你和晋墨的长姐，也是太子妃。在太子御赐案中，晋墨救下了她，还有耀阳和皎月，也是他和太子殿下的孩子。啊，大姑姐？等等，难道嫡姐前一世把大姑姐错认为成宠妾了？便宜相公不是渣男。帮我破了案子，还把侯府治理得这么井井有条。这么好的侯府主母，我可不会轻易撒手。宁盛世，